我们在提取样本时都会事先筛选，也会尽量保证取样的精准性。通常我们对烟蒂取样的要求是3到5个，必须是近期抽烟所留，干燥，无烟灰附着。近期呢，有没有可能是2月之前的呢？不会，而且这个样本呢，我有印象，是当时委托人送来的时候是我接收的，所以确实是近期抽过的烟蒂。我就说不靠谱，这个。行了，那个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是先生，您如果对鉴定结果有异议，可以提出申请复检，复检是免费的，您可以随时提出。我们留取样本的期限是1个月，1个月之后呢，我们就自行处理了。你赶紧处理吧，我告诉你啊，那烟屁股不是我抽的，我2月之前就戒烟了。您的意思是取样对象搞错了？那您看，您要不要再重新鉴定一次？我们提供上门取样，绝对保证鉴定结果的精准性和您的隐私。不用，特别相信您这权威，但不用了，谢谢了啊，走了。哎，先生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小韩，小韩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好好聊一聊你之后的安排吧。我现在很困很累，不想聊了，要不改天吧？哎，那你回哪儿休息啊？出了门，咱俩也不算是师生关系了，也不用事事都向你汇报吧。你说的对，出了校门以后，我就不是你的老师了，是你的朋友吧？你总可以跟朋友说说，那笔钱是怎么来的？钱肯定是挣入来的，好吗？不要再纠缠。好，我相信你不会去挣不义之财。那你去上课，把奥斯卡放哪了？既然当我是朋友，就一直不要戳我痛处了。我真的很困了，你路上小心。祝愉快啊！您好，你有事儿吗？刚才进来那个学生住哪间房？谁啊？我们这儿不收学生的。怎么可能啊！我刚刚明明就看见穿着校服的人进来，我就是跟着他进来的。你们这儿又不大，你怎么可能没看见？我们店呢，的确不大，但是也有正规营业执照的好不好？再说了，
我们也要保护客人的基本隐私吧。我们不会提供给任何人违法犯罪的机会。还说不违法？我这个学生看起来个子挺高，但只有16岁。你们非法收留未成年人，这违法吧？我听你口气，你好像是他老师吧？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你们当老师的都不学法律知识的？法律现在都规定，16岁以上的人都有独立开房的自由了，不学法律还跟我在这儿掰扯什么呀？我觉得你们这些老师有时候就是特……哎，喂，你不能进去！喂，天哪，你不能过去！不是，你要干嘛呀？哎，这位女士，哎，不是，这位老师，你别这样，这边是客房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不是老师，这是客房，人要休息的地方。你找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他不是故意。您休息。别吵！我跟你说，这边全是参加艺考的学生，人家不太容易。1116，他在111。不是，你轻点儿。你怎么能住这儿呢？不住这儿，我住哪儿啊？这是我的私事儿，出了学校你就没权利过问了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以后不去上学了。猥琐！你的狗呢？这能养狗啊？人都活成这德行，还养什么狗？卖了。你这么说，我就知道那笔钱哪儿来的了。难为你了。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跟我走吧。我说了，你再管我，我就不去上学了。你想退学，还得先办手续，等学校批准了再说。只要你还当我学生1天，我就得管你。哎，这包不是我的。那个呢？都不是。是你们自己要退的房啊，我押金不会退的。你们这儿房间多少钱1天？100块1天。他来的时候呀，我看这小子身上也没什么钱，就只收了他100的押金。这样够了吧？走吧。来，进来。哎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啊？哦，对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，就是萧寒，我跟你常提起的那个啊，他暂时就住我们家了。今天晚上我的房间让给他睡，我跟你挤一挤啊。你要睡哪呀？你床上呀。哎呀，咱们不是以前常开卧谈会的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开卧谈会。这么早？哎，你先去冰箱那边找找有没有什么吃的喝的，不要拘谨啊。走，放轻松。收留女学生可以1天2天1星期我都没问题，但是你马上就要去澳洲了，你把她丢给我，我是跟她合租呀，还是我收养她？哎呀，这我还真没想过。拜托姐，你带回来的是个未成年人，没有什么事儿还好，要出什么事儿谁负责？你就是一个老师，
你不能把你自己当成家长，这叫越位，你懂不懂？哎呀，你不晓得他有多惨，他把狗也卖了，一个人住在那种小旅馆的6人房里。我不忍心看他无家可归，才把他带回来的嘛。把他带回来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他虽然未成年，但你看他就是一个大小伙子，这天天咱俩进进出出多不方便呀。再说我睡觉穿的也不多，所以我才说我要跟你住一间，让他睡我的房间嘛。反正你在家里多穿几件衣服就好了，也别穿得太随便，是不是？这是我家，行，我明天穿棉袄，行吧？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不忍心看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平白无故的受罪嘛。你是他的老师，是于情于理你都得帮他，但是比他受罪的人多的去了，你帮得过来吗？而且你有时间还是多管管我哥。你哥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我觉得他，有一点不对劲儿，你多关注一下他。你别拿你哥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啊！反正今晚好歹凑合一宿，我再想办法吧。小韩，怎么样？你吃点东西了没有？人呢？哎呀，都怪你！他现在无家可归，我好不容易把他找回来了，结果又让他跑了。怪我干什么？你应该怪他那2个爸。也是，他那2个爸，一个不靠谱，一个跑了。尤其他那个什么所谓的生父，居然搬出亲子鉴定，要撇清跟他的关系。你看那个鉴定书了吗？他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。对呀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找他。站住！哟，没看错吧？哪儿冒出来的这是？把证据拿出来。什么证据？亲子鉴定啊！我要亲眼看看上面怎么写的。我现在要出门了，我没时间跟你。我凭什么跟你汇报啊？你穿成这样是要出去约会啊？你知道萧寒他现在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的6人房吗？啊，你还真有心思啊！他也老大不小了，而且以前被惯成什么样了，吃点苦头挺好的。你要让他吃苦我不反对，但他现在还未成年，没有经济来源，住在那么复杂的小旅馆里，觉不够睡，吃不好，上课精神也不集中。觉不够睡，觉不够睡算什么呀？我像他那么大时候才10几岁，我那会儿可厉害了，我都帮我们家邻居开西瓜摊挣钱了都。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走。等等，哎，你真走得了啊？你知道萧寒为了你把狗都卖了吗？就因为你怕狗，然后又把他赶出门，他走投无路才把奥斯卡卖了。你不会不知道他跟奥斯卡之间的感情吧？然后呢，你还跑到学校兴师问罪，说他卖狗的钱不是正道来的。你知道他这样有多难受吗？小心点。哎，喂，你这铁石心肠的家伙！怎么，又良心发现了？绅士风度我是有的，我看你一瘸一拐的来这儿找我也不容易。这么着，你把他地址呢发给我，我去找他去。您呢赶紧回家歇着去。我刚刚把他拉去我家了，结果又让他给跑了，估计是又回这个旅店了。我跟你去吧。别，这是我们2个大男人之间的事情，跟您没关系。我是他的老师，我肯定得去的。
说实话，最烦你这样的人，老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对别人的生活品头论足，感觉自己生活多幸福似的。其实我的生命里边没你的这部分，您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。喂，郑队，我吴征。吴征，我跟您说一下，今天有一件特别急的事儿。麻烦您跟哥几个讲，今天晚上我就不过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郑队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大伙都到齐了，就等你了。不是现在还有什么能比你复飞更紧急的？我正跟他们说这事儿呢。你架子也太大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队长啊，给您赔个不是。哪天我单请哥几个，千言万语就这一句话，对不起，拜拜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能住之前我睡那张床吗？我刚把那铺打扫干净，刚准备租给别人呢。那铺可抢手了。哎呦，老板娘，你通融一下嘛！你看我也没别的地儿去，而且我这定金还没退呢。哎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给你继续住。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是看在你还算长得像我偶像的份上，哦，还有一点，你弹琴还不算难听，要不然我才不会网开一面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喏，办好了啊，还是那铺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小伙子，你会不会弹《加州旅馆》那首曲子呀？我不是点播啊，我就随便说说。行，回来我找找曲谱，主要那前面有一大段 solo， 我怕我弹不好。没事，你练着吧。啊，对了，防护设施给我爱护点啊，别给我弄坏了。啊，行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找个人。小韩，跟我回去。跟我回去。你连我爸都不是，你凭什么管我？你以为我想管你呢？因为我爱过你妈，我不能眼看着她的孩子误入歧途，你知道吗？否则我死了以后见着你妈，没法跟她交代。前两天那个亲子鉴定书，我又去问了一下。当时费主任拿那个烟头呢，弄错了，那是你史飞叔抽的烟头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那份亲子鉴定呢是错的。那也只能证明我跟我史飞叔叔没关系，跟你不一定有。你当然来投奔我，我说有就有。你空口无凭，要不咱俩现在抽管血
咱俩鉴定鉴定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地下认亲呢？我告诉你小子啊，今天甭废话，马上跟我走。等你到18岁之后，我也不管你了，你想干嘛干嘛。今天必须跟我走，起来！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收拾好了跟我走。太好了，你确定了？怎么规定眼睛给他拆啊？你只要把同一边的镜片补到那副摔坏的墨镜上就行了。你这副墨镜啊，花了你不少钱啊。这副旧的，看起来也有6、7成新，真是赔本的买卖啊！算了吧，在某人心中，那副旧墨镜才是无可取代。换吧，换吧。好，那我就换了吧。周先生，您先别激动啊。关于公司经营的事儿，我觉得您完全可以跟丁女士再深入的交流一下。交流？怎么跟他交流啊？他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，惹急了连儿子都不让我见。如果他现在只是想拿钱移民走人，没有问题。虽然说儿子见不着，但是公司至少可以保住。可是现在呢，他要的是两败俱伤啊！他现在接手公司1个月，公司好几个元老全被他开掉了。现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，大家无心工作，经营业绩直线下滑。我看要不了多久啊，公司就要被他搞垮了。好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时间紧迫，不能等他拖垮公司。那我建议您多联系一些股东，赶紧召开股东大会，罢免丁方如的决策权。我不是没找过其他的股东，我都找过了。可是因为我跟他离婚这件事情，对我的个人声誉造成了特别负面的影响。不过，倒是为他赚了不少的同情分。那我们就只有搜集足够的证据，设法去做他个人的工作了。行吧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哎，好，那先这样，明天随时见。跟谁说话呢？还躲着我？嗯，秘密，秘密。哎，我妈是不是来过了？哦，对，你爸不是让你回家吃饭，你没回吗？你妈就把好吃的都送来了。哦，嘿，秀涵的事儿怎么样了？解决了。她去了她该去的地方。嗯。哎呦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。年轻人有点朝气。这是那亲子鉴定，请坐。
我先表个态，不管这份鉴定是谁做主做的，我都先得说声对不起，因为我没考虑过你的感受。有没有这份鉴定，从现在、以后还是将来，你都是我儿子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让咱们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了吧，和平相处以后。看你这么诚恳，我就暂时原谅你。不过我能不能给你提几点意见？头回当爹，经验不足，欢迎指正批评。你这个人吧，嘴硬心软，了解你的人呢都不想搭理你，不了解你的人呢都特别想抽你。你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这人业务绝对很强，这点我非常承认。但是你如果做人能圆通一点的话，那你就无敌了。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还业务呢？你懂开飞机吗？我是不懂开飞机啊，但我最起码我知道怎么当一儿子吧。我都做10多年儿子，你才是一个新手爹。我这些意见都是肺腑之言，你呀，兼听则明吧。好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不过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也道个歉啊？我给你道什么歉？我凭什么给你道歉？是奥斯卡咬了你，确实是我管教不力。但是呢，这狗我也卖了，我还流浪好几天，我还饿肚子了，我还在一个小纸箱里，我在里边躲雨，一边弹吉他一边哭，旁边有一个特别臭流浪汉。这点我说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有过这种感受吗？我说的是这件事情吗？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，我说的是费雯丽让你走你就走啊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？你怎么不先把事实搞清楚了再说呢？这家是不是我做主？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。啊，那刚才谁说那个以后不那个和平相处了？这就开始给我翻老账了。行，你不是在外面躲纸壳箱子里边待了一宿吗？也没睡好，特别累，先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去洗个澡。今晚上先赶紧睡一觉，好不好？你妈说了，让你最近赶紧回家一趟。我可交代了，你要不回家也得给她打个电话。知道了。哎，你刚给谁打电话呢？我怎么听到丁芳如的名字啊？有吗？又想套我话？没门！那我有一条忠告要告诉你：离丁芳如远一点，她很危险的。没那么夸张吧？我最近在给周周辅导英语，跟他也算有了近距离的接触。他是有一点神经质，但那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年家庭主妇，突然回归社会有点不适应，加上那个周周最近有早恋的迹象，他家里家外有点应接不暇了。你呀，看人就没有准过。我跟你说，那种看似软弱无害的人，往往才是最可怕的。每个人呢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你不要蒙蔽了双眼，知道吧？如果有一天丁芳如咬你一口，你才能清醒，是吧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有，特别严重。咬一口。奥斯卡，生日快乐！其实啊，我特理解你失去宠物的心情。我小的时候养过一只乌龟，我跟它可亲了。我妈妈也就是你奶奶，那会儿是劳模，成天不着家。那只小乌龟每天陪着我，我有什么事儿啊，就跟乌龟说。哎，史飞叔不是你从小玩到大朋友吗？你怎么没朋友？他就一跟班儿。跟班儿？我说怎么那么让着？你别打岔，我快讲到关键点了，你听不听？听一听，你继续。有一天呐，我们隔壁的老爷爷呀瘫了，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一偏方，说喝乌龟汤能治疗偏瘫，她就把我那小乌龟给贡献出去了。啊！我放学之后我就回来找，我找乌龟玩儿，
没找着，然后在隔壁爷爷家就看见乌龟啊，变成一锅乌龟汤了。哎呀，我当时哭的呀！我妈把我打了，那她头一回打我，我现在还记得那感受呢，就跟失去亲人一样。哎，你那小乌龟叫什么名字？闪电。你这闪电跟我奥斯卡的情况还真不一样。奥斯卡好歹是转让别人，我要真想他，死乞白咧的还能看看他。你这闪电真是不行。这闪电变成汤之后，我伤心好几天。后来你奶奶给我买了一航模，我就迷上航模了。你奶奶特别支持我，证明啊，我奶奶比你强。她知错能改呀，不像你老嫌我弹急了像弹棉花。哎，我听史飞叔说你年轻时候也玩过乐队，讲讲呗。嗨，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别听你史飞叔瞎说啊。他那是反例，音乐可以怡情，但不能当饭吃。哎呀，我现在算信了，你跟我妈100%有个混事。怎么讲？你劝我不要玩音乐这样啊，这个论调啊，跟我妈一模一样。我倒觉得人史飞叔那挺好的啊，靠手艺吃饭怎么不好了？行了，史飞那叫音乐，不说了。你明天还上学呢，你们老师都说你上课打瞌睡，赶紧睡了，啊。干嘛呢？看不出来，狗窝呀，怎么样？多规整！一会儿在这儿开个前门，在这儿开个后门，完美。忙活了一早上。可以啊，又能装床又能安狗洞，哼，不错。我是谁呀？机长啊，这算什么呀？来，这钱呢，你先拿着。先把你那宝贝奥斯卡赎回来，要不然我这狗窝做好了也没地儿待啊。你脑子抽风了吧？伤口还没好呢，刚让人狗咬一口就让我赎回来，你想好了吗？我呀，还真就想好了，我不能当我妈那样的家长。既然奥斯卡对你重要的话，他就应该跟你在一起。这钱呢，如果不够的话，咱再想办法。先让奥斯卡回来是正事。不用了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咱现在这水平啊，也给不了奥斯卡以前的生活。他跟他那新主任挺好。今天这么早啊？早，今天有英语考试，我得早一点去学校准备。哎，对了，我昨晚给你哥打电话，他怎么都不接啊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有事儿吧。会不会是我最近一直在忙萧环的事，你哥怪我冷落他了？应该不会，你爱岗敬业又不是1天2天了，我哥可能早就习惯了吧。他真的跟你抱怨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也知道，我最近忙的连我父母家都顾不上回。萧寒没个好去处，我去澳洲也不放心啊。我当然理解你啊，可是我希望你能多替我哥想一想。萧寒现在没事了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提前申请去澳洲，反正横竖都要走，也不在乎这1-2个月了。既然不差这1-2个月，
那我干嘛不善始善终呢？你自己当律师都这么严格要求自己，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吧？你知道吗？异地恋的分手概率高达90%以上。你和我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了，我只是希望你们可以修成正果。知道了，今晚不管多晚，我都会跟他视频啊。我先走了，路上小心哦。蕾蕾，哎，你好，老吴在家吗？哦，老吴，物业局来人了。哎，王经理，那个是那钱的事儿吧？这两天没那么多现金，能不能再还2天？老吴啊，这个数额也是经过您签字认可的，你昨天就是要送过来的，你这样我们真的很难做呀。我知道那个数额我肯定认可，就是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，钱呢有点拿不出那么多。您看，要不跟楼下邻居？这里边1万块钱，您先拿着。这1半天，我们俩再想想办法，肯定把最后那些钱给您凑上。好吧，老吴啊，剩下的你可要抓紧点啊！一定，谢谢。好，再见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好。卖卡总共得了2万，刚才给他1万，再加上我住店，还剩下几千，我也都贡献出来了。你收着，这钱留着你当生活费。以后这儿呢，你来管钱，挣钱的事你别管，你就好好上学就行。我想办法。走了。哎喂，小袁，你帮我查一个人呗。他叫王筛，前不久去悉尼大学留学。对，和我哥一个学校。啊，他妈是沃顿国际学校的语文老师，也姓王。对，和王筛有关的资料我全要，越快越好啊。好嘞，谢谢你，下次请你吃饭。哎呦，吴大爷，您来了！您下次来提前通知我，我好铺好红毯迎接你。别挤兑我啊！我先向您为昨晚的事道个歉。昨天呢，我确实是有事儿，那孩子离家出走了，谁也找不着，又担心他有危险。后来知道他有消息之后呢，马上把他蹬回去了。你理解一下，毕竟是我跟肖薇的孩子嘛。儿子有确认了，是，你们也没放弃我哈，还是挺关心的哈。我什么时候放弃过你啊？组织上不光注意你的思想动向，还格外注意你的个人生活。行，看在肖薇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你提前恢复飞行的事儿了，错过昨天的机会，只能等到刑满解禁了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想办法，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保证明天开始按时按点的过来，什么活脏，什么活累，我干什么。不是你这真的假的？你的话我怎么那么不爱信呢？你明天不会又找别的借口吧？明天等着看我脱胎换骨的表现吧，给哥们儿次机会。行吧，这样吧，一会儿还有一节培训课，你呢给我当助教，当个反面典型，现身说法，把你这次违规的切身体会呢跟大家交流一下。都懂。一会儿您跟那儿光辉伟岸的讲，我坐旁边给你当靶子。你正经点，什么靶子？案例教学，明白？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强调了，在执飞过程中严格遵守飞行手册的重要性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公司的吴征机长呢现身说法，来给大家讲一讲不遵守规则的危害性。大家热烈欢迎。
大家好，我是吴征，我来给大家讲讲不遵守飞行手册规则的重要性的这个反面例子。我是一个比大家早飞了15年的这样一个机长，你们都从航校毕业，应该知道学习开飞机是一个枯燥又很有挑战性的工作。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条条框框了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、小例子。在好些年前吧，我大概比你们大一点点吧，也是刚飞没几年，在天上我们正进入巡航高度，现在就是比较安静的时间，旅客也都休息了。这时候乘务组的3号呢，就到机舱呢，驾驶舱给我送咖啡。心中是骏马和猎场，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，不过就这样。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。有利于城市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。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。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至少还有光。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。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大人的模样，看岁月剑拔弩张。总会有